人类为了金钱跑到非洲猎杀狮群，竟活生生将一只壮年公狮逼得走投无路。为了复仇，雄狮一路对盗猎者展开了疯狂杀戮，最终会有多少人丧生狮口呢？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恐怖故事——野兽。深夜的南非大草原，一群非法捕猎者设下陷阱，用斑马当诱饵吸引狮群，狮子们尽情享受美味，殊不知危险将至。埋伏在附近的捕猎者们开枪击杀了狮群，当他们清点数目时，却发现死的都是雌狮，唯一的雄性狮子却跑了。众人没有在意，开始有说有笑地将凉透的猎物搬上车。黑暗中突然传来雄狮的低吼声，一名捕猎者循着声音找过去，却在沙地上发现一滩血迹。紧接着浑身是血的同伴走了过来，雄狮的低吼声也越来越近。捕猎者意识到不对，拔腿就跑，结果却踩中自己设下的陷阱，整个人被吊在半空之中。而愤怒的雄狮却在此时窜了出来，这下今晚的口粮有了。然而这不过是雄狮复仇的开始。内特博士刚刚经历丧妻之痛，他带着2个女儿从纽约重返南非，开始一场计划已久的旅行。之所以选择这里，是因为内特和妻子就是在南非相遇的。来机场迎接他们的是内特的多年好友，生物学家马丁，他也是这片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负责人。第二天，为了让内特放松心情，马丁决定带他们来一场特殊之旅，前往草原腹地，感受大自然的壮阔。羚羊、长颈鹿、大象，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令人震撼，也让2个孩子收获了久违的喜悦。很快，一行人便来到狮群领地的附近。马丁告诉内特和孩子，狮子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，一旦有其他狮子进入领地，狮群里的雄狮一定会和对方决斗，要么撕碎入侵者，要么被对方杀死，不死不休。说着说着，马丁自己却径直走向了狮群，雄狮立马转头扑了过来，结果却没有下口，反而紧紧抱住马丁的肩膀，脑袋亲密地蹭着马丁的脸颊。原来这2只雄狮是被马丁养大后才放归野外的。见到曾经的奶爸，2个小家伙也格外热情。就在这时，马丁发现一只母狮腿上似乎受了枪伤，它和雄狮的态度截然不同，母狮不断发出低吼声，示意他们赶紧离开。意识到有非法捕猎者盯上了狮群，马丁赶紧让助手联系兽医和警察。为调查偷猎者的线索，几人来到一个小村庄。诡异的是，整个村子空荡荡的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很快，棚屋里的景象吓得内特连忙支开2个孩子。原来村子里的人都被咬死了。没猜错的话，罪魁祸首正是那头要复仇的雄狮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正准备离开，内特却发现小女儿不知所踪。惊慌之际，耳边传来一阵尖叫声。幸运的是，小女儿没事儿，只是被眼前的尸体吓坏了。离开的途中，马丁试图将这一消息传达到外界，可惜信号不好。想到6公里外有一个前哨站，马丁连忙开车前往。没走多远，他们就遇到一位被狮子咬伤的村民，显然危险就在附近。马丁不顾内特反对，提着猎枪寻找雄狮的踪迹。内特只好到车上拿医药箱，可等他返回时，村民已经没了呼吸。马丁沿着河边一路寻找，很快他便发现了雄狮的脚印。就在他朝河中走去时，身后似乎出现了什么。担心马丁有危险，内特找了过去。前一秒他还在疑惑人去哪儿了，下一秒脸色大变，赶紧逃到车子里。万万没想到，人没找到，反而被发狂的雄狮盯上。危险之际，内特关上车门，可是雄狮并没有放弃的意思。先是跳上引擎盖，紧接着来到车顶，最后竟然被他找到破绽，透过还没关上的窗户把爪子伸了进来。见状，内特用脚朝狮子疯狂踹去，然而绝对的力量压制让内特显得很吃力。他让女儿赶紧开车，随着车速加快，他们总算摆脱狮子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慌乱中车子不小心撞到树上，差点跌落悬崖。好在3人只是受了惊吓，并无大碍。这时，对讲机里传来马丁的声音。就在刚才，他被雄狮偷袭，大腿撕裂严重，现在失血过多，随时都可能陷入昏迷。
马丁本想求助，可当他得知内特那边的情况后，只好让他们躲在车里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担心马丁休克，内特让他点燃打火机，将刀片烧热，以此阻止动脉出血。内特不放心，仍想寻找马丁，可马丁却说没这个必要，因为雄狮刚刚已经发现他的踪迹，此刻正站在岸边和他四目相对。意外的是，雄狮并没有攻击马丁，而是转头离开。马丁瞬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雄狮很可能已经盯上了内特。车顶上，内特手拿麻醉枪，密切关注着四周的情况。根据马丁提供的线索，大女儿率先看到他被困的地方，也不知是谁给的勇气，大女儿竟打开车门要去救人。就在内特极力制止时，雄狮杀到，内特第一时间给麻醉枪装弹药，不料刚抬枪就被狮子一爪子拍到地上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内特躲进车底才躲过一劫，但狮子盯得太紧，一旦被他发现破绽，必定死无全尸。关键时刻还得是贴心小棉袄。小女儿抓住机会打开车窗，将手里的麻醉剂狠狠扎进雄狮体内，药物似乎起了作用，雄狮拖着越发沉重的身体离开了这里。另一边，大女儿也成功找到马丁，把他带了回来。回到车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马丁的腿伤。本以为麻醉剂能让雄狮昏睡好几个小时，结果还是太天真了。或许是剂量不够的原因，尽管雄狮感到虚弱，但这并不足以让他失去意识。短暂的离开过后，雄狮居然又恢复精力折返回来。夜幕降临，大女儿试图用无线电求救，可是没有人回应，他们能做的只有待在车上等待救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无线电里突然传来嘈杂的声音。内特寻求对方帮助时，突然灯光照进车里，不过来的并不是救援人员，而是之前那批偷猎者。不明所以的内特告诉他们受到了雄狮的袭击，希望能得到帮助，并且承诺给对方$5000报酬。本来偷盗者已经答应，谁知他们认出车厢里的马丁。作为动物保护区的管理者，此前和这些偷猎者结怨颇深，他们将手枪对准了内特。殊不知，真正的危险就潜伏在黑暗之中。雄狮认出自己的仇人，瞬间扑了过来，一时间枪声大作。顾不上那么多，内特趁机摸到偷猎者的车旁，然后钥匙并不在车上，他只好悄悄朝着枪声的方向走去。赶到时，内特只发现偷猎者的尸体，尽管司机也在其中，可想要拿到钥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雄狮仍在附近徘徊，内特只能等候机会。突然，身上的对讲机响了，原来是大女儿不放心他，声音迅速引起雄狮的注意。最后，雄狮只看到地上的对讲机，并没有察觉躲在树干上的内特。危机就此解除了吗？并没有。好死不死，一条毒蛇顺着树干溜了过来，内特眼疾手快，直接抓住7寸，顺手把蛇扔到狮子身上。雄狮也被吓得猝不及防，连忙跑进河中。内特打算静悄悄地离开，结果还是差点暴露了行踪。和雄狮极限拉扯之际，小女儿按响了汽车喇叭。雄狮听到动静后果断离开，内特也因此脱险。来到岸边，顺利从司机手上拿到了车钥匙，临走前还不忘顺走压在司机身下的猎枪。然而没等内特返回，雄狮已经先一步找上女儿他们。猛烈的攻击之下，汽车根本支撑不了多久。马丁拼尽全力与雄狮纠缠，成功为两个孩子争取到了逃跑时间。打斗中，汽车再也支撑不住，掉落山崖。万万没想到，雄狮依然坚挺，马丁也还活着。可剧烈撞击之下，油箱不行了，不停漏油。眼看雄狮恶狠狠地走来，马丁当下做出一个大胆决定，点燃打火机的瞬间，整辆车一片火海。内特这边，他在盗猎者的车上找到了2个女儿，大女儿腰部受伤，需要尽快处理。看着熊熊大火，内特知道马丁已经死了，于是带着女儿开车离开。路过一处废弃学校时，3人赶紧躲了进去，而这里正是偷猎者的大本营。此前被他们杀死的母狮以及其他动物的尸体已经被处理干净，挂了起来。避免伤口感染，内特找来酒精消毒，随后用纱布进行简单的包扎。虽然伤口很深，好在并没有伤到任何器官。
见大女儿出现脱水症状，内特只好四处找水。就在这时，阴魂不散的雄狮来到门口。没错，大火并没有烧死雄狮。听到动静，内特连忙返回房间，朝着雄狮连开数枪。尽管一枪未中，但巨大的枪声还是暂时吓退了狮子。内特将2个孩子转移到安全的房间，将门锁住。这种随时会勾带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。内特决定主动出击，他故意将雄狮引到之前马丁带他去过的狮群领地。刚到这里，他就被雄狮按在地下各种摩擦。整个过程看起来，内特是有不少主角光环在身上的，期间甚至还成功给了雄狮一刀。总之，最后雄狮非但没有咬死内特，反而引来狮群中2只雄狮的围攻。面对2只年轻力壮的同类，复仇雄狮显然没有胜算。故事最后，内特一家成功脱险。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灾难惊悚片，故事里的人狮搏斗质感十足，原始气息的恐怖也给人更多的真实感。虽然情节上有不少强行降智的部分，但也还看得过去。有一说一，固然复仇雄狮十分凶残，可以想到他为了给自己的种群复仇，孤胆追杀非法捕猎者，心中竟不由得同情起来。内特为了保护家人无所畏惧，雄狮又何尝不是呢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